每天起床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砸闹钟。心情好的时候就往地上一拨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给老子砸爆。可不论他怎么砸，每一天的6点，他还是会被同一个闹钟吵醒，因为老哥哥被困在了无限循环之中，每天醒来都是同一天。如果你认识这位老哥哥，你会觉得这都是他活该。很久没有见到这么讨人厌的男主角了。他是一个电视台主播，年纪大概40多，但性格还是个巨婴。他讲新闻的表情好像在说新闻配不上我，他跟人讲话也好像在说大伙配不上我。他嘴很毒，一天到晚讽刺挖苦，同事表面顺着他，内心看到他就堵。每年2月2日是他最讨厌的一天，因为每年的这天，他都要去一个小镇报道土拨鼠之日，这是美国的一个传统节日。过节的方式是一群人围着一个躲着土拨鼠的树桩，敲敲土拨鼠的树洞，把土拨鼠强行抱出来，强行把耳朵凑近它。土拨鼠被几百个人盯着，吓得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但这群人完全不在乎，而是假装听见了土拨鼠讲话，接着宣告大家：咱们的土拨鼠预言了，接下来的天气会好啊！这也太傻了吧！男主也是这么觉得的，他觉得这整个小镇都是呆瓜，他只想赶紧搞定，赶紧回家。出差当天6点，他被酒店的闹钟吵醒，出门遇见一个傻不拉几的胖哥，下楼遇见一个啥也不懂的老板娘，大家都很热情，只有他挺着冷屁股。上街看到一个老乞丐，他假装摸了一下口袋，一个人冲过来跟他相认，是他多年未见的老同学。男主毫无感触，毫无情怀，假笑几声，抬腿就走，结果一脚踩进了水坑。耷拉着冰裤腿，男主来到广场，同事已经在等他。他对着女同事发脾气，咒骂这群乡下人，咒骂那只臭老鼠，咒骂愚昧的文化，咒骂愚蠢的世界。当节日的主要活动开始，男主敷衍地报道了一下，好了，任务结束，赶紧撤，离开这里，越远越好。不巧的是，一场剧烈寒潮吹到了这个小镇，暴雪来临，堵住回程路，男主被困在这里了。这下他真的欲哭无泪。回到小镇后，立刻开启酗酒模式。同事来找他出去玩，他拒绝了，还讽刺人家幼稚。终于熬到痛苦的一天结束，明天就算爬，他也要爬出去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男主醒了，往窗外一看，我勒个去！一夜之间雪都化了，开什么玩笑？哪有这么快的？出门又是同样的胖哥，男主一脸狐疑地问他是不是整蛊专家。看胖哥不答，他狠狠抓住他，你是不是在玩我？但胖哥还是一头雾水。男主赶紧下楼，老板娘居然以同样的开场白迎接他。男主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什么整人综艺，他好紧张。出门右转，那位老乞丐又在，没走几步，那个老同学又朝他奔来。心情慌乱之下，男主又踩进了那个水坑。连笑声都一模一样，撞鬼了！男主拼尽全力正常的度过了这一天，就当是一场梦，醒来不会很感动。这一晚，为了验证自己是不是中了邪，他把一根铅笔折断放到了闹钟旁。第3天早上6点，男主又醒了，那根铅笔复原了。他跑到门外，又是那个胖哥，快跑！下楼又是老板娘，快跑！到了镇上又见到老同学，快跑！逃走时他又踩进水坑。男主恐惧又无助，此刻满脑子只剩下那位温柔的女同事。他找到了她，向她求助。他说他病了，求他给他找个医生。女同事很无奈，但还是给他找了。先是脑科医生拍了 CT， 里头啥也没有，然后是心理医生。医生问男主童年经历、原生家庭，问他内心最隐秘的变态情节，而男主只想把自己锤死。他被永远困在了人生最讨厌的一天。万念俱灰下，他到酒吧喝闷酒，喝着喝着就把身旁的2个酒鬼当成了好兄弟。他对他们诉苦，说我的人生好像被困在了同一天，不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。结果好兄弟说 That sums it up for me。这晚，男主决定冒险一把。他开着酒鬼的车到处撞车搞破坏，把小镇掀得天翻地覆，被警察关进了局子。可到了下一天，果然一切归零，他的理论验证了。而就从这天开始，他决定不要做个人了，那些不敢做的事情他要全做。第一步，暴打讨厌的人。水坑不踩了，在旁边看着别人踩。他胡吃海塞，抽烟喝酒，强吻老太太，套路美女子，过去有贼心没贼胆的事，他全都做了一遍。反正无论做什么，第2天都会从头再来。这个男人正在抢银行，他抢银行的方式是等待，因为他能预知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。运钞车什么时候到，运钞车上的人什么时候下来，女路人什么时候出现，他什么时候找安保帮忙，然后轮到他出场。9, 8, are 6 quarters, 3, 2。趁大家低头捡钱，男主轻松拿走巨款，一枪不开，一声不响。他之所以玩得这么溜，是因为他被困在同一天的无限循环已经几10天了。现在他已经熟悉小镇里很多人在这天的行动轨迹，靠着重复的读档，他不仅能轻易偷钱，还摸索出一系列泡妞套路。第一次搭讪，他只是查一查户口本。What's your name? What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? Who was your 12th grade English teacher? 第2次搭讪，他就跟对方装熟人。Nancy Taylor,
I sat next to you in Mrs. Walsh's English class. 就这样反复独挡，他以真爱之名泡遍镇上美女，每天都有人躺在他边上睡着，每天早上都是一个人醒来。他靠偷来的钱租遍豪车，玩遍派对。然而几个月后，镇上的姑娘他全腻了，于是他的目光就落到唯一不敢下手的最善良的女同事丽塔身上。他暗暗喜欢丽塔好久了，只是她聪明博学，温柔知性，自我认知清晰，看起来不是容易追到的人。男主花了很多时间不停重复聊她，从第一杯酒开始，到第一句心里话，再到酒后的浪漫游戏。几个月后，终于打造出了一套完美流程。这晚顺理成章，丽塔跟着他散步回了酒店，但他不肯上去。Oh, I don't think you should either. That's why I'm just going to show you this one thing and kick you right out. Just give me 1 minute. 好不容易得手，在浪漫的火炉旁，男主的手不安分了。Maybe I should go. 可是就是他的死皮赖脸，让丽塔警醒。You love me. I love you. You don't even know me. Oh, I know you. 一个人怎么可能一天不到就把自己了解得这么透彻？肯定都是套路。That's for making me care about you. 丽塔看穿了男主的浪漫里没有真心，之后男主不停调整重来，他的耐心越来越少。约会里的每句台词每个意外他都太熟悉了，促使他往下的只有对结尾的期待，这让男主越来越油腻。现在他将循环的所有心思都放到了丽塔身上，但和别的女孩不同，无论循环多少次，丽塔就是无法被撼动。他每次都能看穿他表演下的本性。男主终于意识到，就算能够无限循环，他也有绝对无法成功的事情。他感到人生无望。男主玩腻了多巴胺，此刻他唯想要一颗真心。但很多年过去，他还是被丽塔讨厌，他累了。或许问题不是出在套路，而是出在他自己。他本质上就是个不值得的人，配不上一颗有真心的灵魂。无数个6点，男主准时被广播吵醒。他能预测出电视里的每句台词，小镇上每个人的一言一行。他开始厌烦重复的日子，却又无力改变。于是，男主无法再忍受下去，他选择了自我了结。结果还是醒在了这天6点，死亡也无法结束循环。接下来自爆、触电、服毒，他试遍每一种死法，可惜第2天6点，一切还是会重启。男主生无可恋的状态渐渐引起了丽塔的注意。这天，他把她约到餐厅，3言2语的温柔倾听，就让男主敞开了心扉。他痛苦地告诉丽塔，自己在这天被困了10年。丽塔以为他疯了，但听见他准确预知了接下来5分钟会发生的一切。3, 2, 1. 这精准到极致的预判，终于让丽塔幸福。她真是个善良的女人。为了让她快乐一些，她今天哪里也不打算去了，一整天都耐心地陪伴她。她听她诉说日常的烦闷和无奈，欣赏她在无聊中练成的小把戏、甩牌。Is this what you do with eternity? 这是10年里男主第一次真诚而坦率的交流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愉快。可明天丽塔就会消失，并忘记这一切。 The worst part is that tomorrow you will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this, and you'll treat me like a jerk again. I don't know, Phil. Maybe it's not a curse. Just depends on how you look at it. 男主被他的乐观感染，突然笑了起来。这一晚，他看到了自己内心最柔软、最不愿承认的部分。他真心爱着丽塔，而混蛋的自己根本配不上她。趁丽塔睡着听不见，男主对她表白。 The first time I saw you, something happened to me. I never told you, but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hold you as hard as I could. I don't deserve someone like you. I swear I would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. 第2天早上6点，丽塔果然消失了。可从这天开始，男主变了。外在因素没有变化，但他厌世的腐败的内心却在神秘的瞬间被真正美好的品质治愈。他的空洞不知不觉被弥补上了。这个曾被他轻慢的世界开始变得鲜活。他开始读书练字，他想让自己每天都变得好一点点。反正他有大把时间。这个男人当了一辈子坏人，但从今天起，他决定当一个好人。见到乞丐他就掏钱，本想只给几块，但转念一想，把所有钱都塞了过去。他第一次昂首挺胸地去上班，手里还拿着为同事买好的爱心咖啡，不光是为他偷偷爱着的丽塔，也为他之前瞧不起的摄影师。Skim milk, 2 sugar. Yeah, thanks, Phil. 这2个男人之前总是背地互骂，但这一刻，摄影师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 Thanks, Phil. Raspberry, great. See, I was just talking with Buster Green, and he said if we set up over here, we might get a better shot. Larry, what do you think? Yeah, let's go for it. Good work, Phil. Maybe we'll get lucky. Let me give you a hand with the heavy stuff. 突如其来的热情友善让摄影师不知所措。之前分明是个臭屁男，今天怎么突然成了个暖男？男主不仅与人为善，还开始认真学习。无限循环的同一天对他不再是折磨。他读遍了小镇上的每一本书，然后去跟老师练琴。第1天练，老师是这个表情；第30天练，老师就是这个表情。 Not bad. Mr. Connors, you say this is your first lesson?
Yes, but my father was a piano mover. 接着还学冰雕，在无限的时间里，他认真对待身边的一切，每一天都认真提升自己的价值。重复的生活不再意味着绝望，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宝贵的痕迹。对过分热情的老同学，男主不再是逃避或排斥，而是比对方更热情，紧紧地抱着对方，还想和他共度一日。结果 I gotta get going. It's good to see you, Phil. 每天男主都尽力善待身边的每个人，虽然第二天他们都不会记得，但没关系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直到这晚，男主看到那位老乞丐似乎胸口很痛，他把他带到医院，可是没多久他就听说老人去世了。男主第一次严肃起来，他不希望这个老人死去，要是他早一点给老人一顿饱饭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死？还好他还有机会重启。第二天，男主带老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，老人吃得特别开心满足。男主以为照顾得这么好，老人应该不会死了，可这一晚，老人还是在他的纸皮上停止了呼吸。无论男主怎么努力，老人还是会在这天死去。这个他厌倦的日子，居然是老人生命的最后一天，而这天被他挥霍了10年。男主终于懂得什么是生命可贵，之后的每一天，他都会找到小镇里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，每天接住从树上摔下来的小屁孩，就算小孩一次都没说过谢谢。 What do you say? What do you say? What do you say? You little brat? You have never thanked me. I'll see you tomorrow. 每天他都会帮同一波老太太换轮胎，救下同一个被噎住的大爷。他不再苦思活着的意义，而是趁活着做点有意义的事。这是特殊的一晚，男主在一家酒吧里弹琴给所有人听，而他深爱的丽塔走了进来，看见女神，他欢快的琴声变得蜿蜒，里面是他长达30年的暗恋。是的，他已经无限循环了30年。女神听懂了，两人相视一笑。下台后，男主和丽塔跳舞。就在这一曲之中，镇上的人一个个出现，都是来感谢男主的。本来要散伙的小情侣说谢谢他挽救了爱情，本来要噎死的老人来拥抱他，谢谢他帮他逼出了异物，还有人来谢谢他治好了背，称赞他医术高明。男主的一天居然能做这么多事，丽塔简直不敢相信。在无聊重复的日子里，他学会了精深的艺术和深厚的医学，还有爱情与心理学。接下来，在酒吧开的单身汉义卖会，他成为了小镇最受欢迎的单身汉，女孩们争着抢拍。40, 45, 50, 55, 60, $339.88. 原来是丽塔掏空钱包出重金拍下了男主。这一晚和丽塔一起，男主不再着急，他不追求某个具体的结尾，而是珍惜此时此刻，心怀爱意的每分每秒。他用冰雕刻出丽塔的脸，如许如生。 I know your face so well. I could have done it with my eyes closed. 在被困住的时间里，男主学会的最美好的能力，不是弹琴、冰雕、医术，而是如何去爱。于是丽塔给了他一个吻，他不知道他的吻就是结束时间循环的钥匙。第二天一早，当男主被闹钟吵醒，一只手伸过去把闹钟关上，那不是他的手，是丽塔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循环结束了。拉着丽塔出门，他看见小镇上覆满新雪，几乎都要哭出来，但他紧紧握住丽塔的手，另一个人的手的触觉告诉他，这不是梦。重复的日子已经过去，看着丽塔的笑容，他说 Let's live here. 以前他讨厌这里的平凡，现在他爱上了这里的和谐。他并非找到了乌托邦，他只是给浮躁的心灵找到了自洽的良方。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总有被困住的时候，有时是外界上的一把锁，有时是内心过不去的一道坎。于是我们的人生变成了一个日夜重复的怪圈，像困在土拨鼠之日的这位男主，他曾自命不凡，愤世嫉俗，与整个世界为敌的他，其实早已被困在了无限循环之中。所幸他改变了，不是世界，而是心态。他勇敢地踏上了人世间最难也最美的那些旅程，种一棵树，读一本书，爱一个人。生命不可能充实于短暂的快感，只有一点一滴的真情，进一寸又一寸的欢喜，才是取代空洞的意义。读一读那些积压生辉的书，看一看那些收藏多年的好电影，给许久没联系的亲友发一条信息，把宏大遥远的生活过成微妙的感激。意义就在一花一叶里，意义就在一呼一吸里。